我是今年2020级的毕业生，我是学影视的。昨天呢刚办完离校手续，我现在住在酒店，带着我最后的几件行李。在上海3年，如果说我最熟悉的地方，那除了外滩就是电影院了。说到电影院，其实我最常去的是大光明，因为离我们学校非常近。可惜的是，我这次回来想再看一次电影的时候，发现它还是没有开门。我从去年6月到今年6月，一共投了有100多份简历。其中最好玩的有一次是我去之前，他是写的是人体大健康管理。然后我到了之后呢，老板跟我说我的工作主要是卖鞋垫，但是呢，就是他的工作内容其实是2、3个人的工作量，我后面就把这份 offer 给拒绝掉了。悄悄告诉大家，我马上就要见到刘雨欣了，我最近觉得她超级可爱，快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Hello， 这边。和刘老师第一次见面，打卡成功。那我们开始吧，我们去这边。走吧。好。我是学影视的，我现在找不到影视行业的工作了。那我是应该坚持继续我的专业呢？因为我已经离校了，我现在没有地方可以去，还是我就先找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？我觉得首先你要去分辨你的实力是否能够承受得住你的梦想。就好比每天都想要说我要拿第一，我要当冠军，但是每天都躺在床上看手机，对，那你就会离月亮越来越远。我觉得就是不切实际的，而且我觉得六便士有很多，月亮只有一个，精彩。所以你应该知道怎么选择。我当时接了一个电话，然后是我拿到 offer 了，我想跟那个 HR 聊一聊，说能不能多给我500块钱，然后 HR 就拒绝了我，然后我就大崩溃。我觉得，因为我现在是读了好多年书，刚工作，我觉得，我既然读了这么多年书，为什么500块钱都不能为自己争取下来呢？我想问你的问题就是，你有没有这种小的事情就咵的一下击中你，你就觉得哇，好难过去的这样的时刻呢？我觉得我会因为可能我在亲你之前，我会因为一个我初评级的一个高音上不去，我会去难过很久。然后我觉得我之前也碰到过很多焦虑的事情，但我会告诉我自己说，如果你用你焦虑这段时间去做更多努力，其实会更好。因为在你焦虑的同时，别人其实也在努力，也在比你付出的更多。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要现在就要行动。我是通过我自己一步一步的努力，我也是实践了很多次，所以我觉得信心不是自己给的，而是要通过一次一次的努力去给自己有更多的底气。我感觉就是所有的落点都在行动，在动起来，再不要想太多。对。那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你总这么淡定呢？可能跟我一直以来的个性有关，也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联。因为我出来的时间比较早，然后可能看到的和同龄人经历的东西不太一样，所以我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麻木，对很多事情，对。但其实我心里都有那个喜悦或者是难过，只是可能现在多的是会把自己包装起来、伪装起来，因为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开心的一面。哎，那如果说你是2020届的应届生，然后你现在就是已经离校了，但手里还没有 offer， 你会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，就是继续怀着一颗期待的心，每天都是，我觉得用新的心态吧去迎接每一天。因为我觉得你用善良跟爱去对待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也会用善良跟爱来回报你。我感觉就是那种越努力越幸运。是，我觉得一定要踏实的给自己的底气，这样你才会对明天更有期待。虽然很多时候现实都没有那么如意吧，
对，但是只要你想，我觉得只要努力，你的未来就有多少可能。我们聊了这么多，你也了解了现在2020届毕业生的困扰了，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讲的呀？想说的就是之前写的一句话：惊喜一直在路上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心有多大，未来就有多少可能。此处应该有掌声。你一直在给我力量。谢谢。想问一下，现在就是像我求职的时候啊，我的面试官很多都是男性，那可能在现有的职场的状况，就是男性相对来说会占主导的地位一点，而且社会会对女性有一些刻板的印象，就比如说可能在我求职的时候，这个年龄的女性可能会问你要不要结婚，就是真的是非常私人的问题，但是那张求职表上你就必须打勾，要不要结婚，要不要生育，未来什么打算，就这些我觉得都不应该问的问题都会出现在我的问卷里。那你觉得女性去如何在职场环境里面打破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，怎么去能够找到我们应该有的机会和平等的地位呢？在我的概念里面，男女一直是平等的，而且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思考过这个问题，因为那个时候在大家的概念里面，好像跳 popping 的都是男生，对，女生会比较少。但那个时候我就想，女生也是可以做到的，然后我就一直在坚持这个事情。虽然我现在不是以一个专业舞者的身份去每天在跳街舞、跳 popping， 但是我在用不同的方式在持续这件事情。然后，其实我在今天采访之前也有看到了一个纪录片，是一个关于短发女生的一个视频，觉得就是很打动我。有一句话，那句话说的是愿你永远忠于自己，活得漂亮。好棒啊，这句话。我觉得这句话很打动我。你觉得它打动你的点在哪里？我觉得人就这一辈子，你一定要活得像你自己。我觉得不管经历了什么，一定还是要保持自己的初心和本色，不要因为很多因素改变你自己，但是你一定要找到属于你的那份热爱，因为我觉得这份热爱是最珍贵的。即便你碰到了很多焦虑的事情，但是我刚刚说的，你要去找到你喜欢的事情，我觉得去调节你的心情，换一个方式会更好。就只要我们够勇敢，我们就完全可以活出来自己的模样。你想要别人认同你，你一定要先认同你自己。你经历过最差的时候，但是对未来的日子你一定是在往上走的。如果有一天你再掉下去了，一定是触底反弹，而且你一定做好了如何应对的方式。因为你已经经历了这一切了。对，所以这样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。如果你一下你求职就成功了，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工作了，反而你的失落感、你的落差感会更大。对，这个也是我自己经历过的。我会告诉自己的话。我觉得这一瞬间，我想叫你一声刘老师。其实我之前有想问你的问题，就像我们在求职的时候，就是会想到让对方一下子记住你。就比如说，我会给自己一个标签。我举个例子吧，我同学给自己标签是从140斤瘦到90斤，就很励志的人设就来了。那如果说你给自己加上一些标签的话，你会觉得是哪些？我不会去给自己加标签，我会觉得我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。我觉得标签在我的概念里面就是做我自己。我觉得你的回答特别漂亮，就是不要给自己下定义。对，因为你如果把自己局限的话，你就会一直在自己的这个框架里面。我求职的时候真的是有这样子。对，其实会看到更多的可能，或者有更适合你的方式。其实我都听到心里了。可能就是我自己的经历跟我自己的感受，对，分享给你。对，稳稳接住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OK 了。好，
好的，我看你眼冒泪花，就有一点被，因为我明白这样的状态，你一定要相信，你可能是很幸运的那一个。只要每天都这么跟自己说，其实你会给自己更多的力量，而不是说怎么办？我已经很惨了，怎么办？我觉得这样换一种心态，跟换一种跟自己交流的方式，我觉得会收获更多的心情和状态。可以抱你一下吗？可以啊。谢谢你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好，对，在这里。好了，好了，拜拜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再告诉我一遍。认真。能够说保持热爱这句话，一定是还没有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。对于我来说，我的热爱好像是天生就有的。我小的时候看到了街舞，我就认定这个是我一定要做的事情，然后我一直坚持到了现在。就是还是要记得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，最热爱的是什么。我觉得要以不变应万变去适应。而且我觉得要多去发现身边的人的善良和可爱，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而且在那样一个大环境里面，大家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去努力，所以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多用爱去看待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也会用爱来回报你。好似昨日就